嗨，家人们，我们现在已经到罗马了。这次为什么来意大利呢？其实来之前我都没有做攻略，没有任何的高的就是期待值，因为我对这个地方不是特别了解。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应该都跟我一样，更了解巴黎，更了解伦敦这些欧洲国家和城市。但是这趟来了意大利，我觉得非常的超出预期，因为你没有预期。对，因为没有预期，没有准备，然后以及来了之后你会发现，意大利在整个历史上都是非常厉害的，因为它保存了非常多有宗教元素的建筑，然后而且保存的非常完好，2-3千年的历史。然后就是意大利的食物，我觉得跟中国人的口味也整体更接近一点，因为味道比较浓郁。然后吃意面也好啊，吃披萨也好，都是碳水，所以不会觉得吃完一顿没饱。今天是我们在罗马的最后一天，我们马上要离开这个民宿，超漂亮。它是一个上下阁楼的，有2间卧室在楼上，1间卧室在楼下，可以看到对面的阳台。然后整体的风格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，现代的意大利意式风格。然后厨房其实也很温馨，非常的齐全。对 ，Let's 期待这一整期的罗马 Vlog。Let's go。I would make you a king with 嗨，欢迎来到我们在罗马的第一天。我们这是家有儿女，这太配了，你们。我们去吃饭。这就是我们住的公寓的楼下，一个小花园，还挺漂亮的。Il libro dell'amor mi annoia e pesa come l'anima, è pieno di carezze al cuore e modi per danzare. 终于上菜了，家人们吃饭喽！终于开饭了，真没冤枉他们。我们点了一个海鲜饭，上面有一些类似刺身的东西，东北大米啊。我好像是第一次吃这个米饭，特别 Q 弹，这个有一些胡椒味，还挺清爽的。哇，最后送了我们泡芙哎，吃甜品喽！吃完我们就去美术馆，好幸福啊！吃了这么多东西，罗马跟我想的还挺不一样的，就是纯古迹历史，然后不会有这么多类似巴黎阳光享受美食的东西。天气很好，而且没有高楼层的建筑，感觉意大利还是挺不一样的，就是它绿植会更多一点。嗨，我们现在到这个博尔盖塞美术馆了。其实我对里面的艺术品还有意大利的什么建筑，刘子比我知道的还多。我们预约这个博物馆的门票应该还是提前了很久买的，提前1个多月约的，所以要进去好好学习一番。其实我来这儿最期待的是去那个外面的那个可以划船的水池划船。还好现在天气好，天气不好那就是个臭水沟。是吗？100个人发了。但是这儿划船不知道多少钱，好像没有很贵，好像是5欧1个人，对，但是要排队很多人。总比威尼斯好吧？我们这一趟行程没有威尼斯，威尼斯的那个贡多拉。对，天哪，你记性真好，特别贵。我们下次有机会再去。这个建筑由于太老了，所以大门都特别小，我们在找入口找好久，终于找到了。比起大都会博物馆和卢浮宫，博尔盖塞美术馆更像一个精致的礼盒，来自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作品尽在手边，讲解以礼的中文细致清晰。作为我们来意大利的第一个艺术熏陶站点，它就像一盘精致的开胃菜，让人对下面几天的游览更加期待起来。这里面的作品确实看起来都是大作，但不是那种所有人家喻户晓的那种作品。你看，比如中间这个跟那个马拉之死的画风很像，右上角那个作品又很像最后的晚餐的感觉，这是基督耶稣。看完啦，我们现在出去坐船喽。买一下这个明信片，这比新加坡的便宜多了，这么大一张才3欧，然后还有这种小的正常尺寸的，就是圆的可能就是1欧，还有小的正常尺寸就是5毛。买了一些明信片 ，yes。控制不住，这儿太美了，就是根本就没办法停下来，不拍照不按手机。这儿的所有的阳光啊、草地啊，都好漂亮。我们来这儿划船，天哪，真的好美啊，有一种爱在黄昏日落前的感觉。Loving strangers, loving strangers, loving strangers, 怎么会有这么浪漫的场景？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浪漫的我都想划船了。突然起来一大堆鸟，好美啊！超努力的划船当中。刘师傅要带我划到哪儿啊？划到驻马店。
看我们背面现在就是这个神庙。家人们，我们来这儿吃饭了，这个叫 Osteria Barberini。开始吃了，家人们，这个龙虾意面很大份，尝一下。茄皇，这是他们招牌，他们松露有一个菜单单独的。特别好吃，很浓郁的 cheese。哇哦！意大利厨神回家开始摆盘喽。我们要继续喝酒，因为现在9点钟，我们觉得可能有点太早了，现在睡觉，所以弄了点吃的，大家喝一瓶之后就去睡觉，这样第一天就可以把时差倒得好一点。辛苦鸟。I had no clue this one dance would lead you to me. 嗨，家人们，今天是我们在罗马的第2天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斗兽场展示一下 OOTD， 伊萨也来展示了，像吉普赛女郎。我有吗？没有吧？哪有像吉普赛女郎？阳光又是很好的一天。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古罗马斗兽场。但我们现在已经迟到了5分钟左右，别人说迟到几分钟都不让进的，大家不要迟到，我们要好好求情，不然就要重新买票，一张门票18欧，很贵耶！天哪，这真的很漂亮哎！我们现在进安检了，期待一下。这儿没有讲解仪，它只能下 app。看，我们只有意大利语、英语、西班牙语、乌克兰语跟甚至韩语，就是没有 Chinese。OK， 气晕了。一进入斗兽场的空间，就感受到了2000年前古罗马帝国的壮阔。一想到脚下的甬道砖土曾经见证过千百个角斗士挥洒热血，突然觉得迎面吹来的风都好像夹带着故事。在求婚 ，Oh my God！ 嗨，家人们，我们在这儿断断续续参观游览了半天。我们试了2个 app， 发现中文的资源都不是特别好。我用他们的官方 app， 然后翻译成中文听，还不错。但其实最好用的就是刘子刚打开一个讲解视频，打开 B 站搜罗马斗兽场讲解，就在这儿介绍现场看，就会很快的获得这些所有结构的知识，比较清楚。就1层、2层、3层、4层具体是哪一层啊？包括他讲了有一些，其实这些下面还可以灌水变成海战的场景，然后上面其实之前还有遮阳棚，这些信息都挺有用的。我觉得这地方你感觉怎么样，小伊萨？超喜欢，我们就一直在太阳下面看这个斗兽场，看着那个时间的沉淀，还有人求婚呢。对，你看到别人被求婚，你什么心情？你看到别人在求婚，你什么心情？神经病！帮我拍照。阳光好，真的有一种神话的感觉。我们现在到出口了，最后发现出口的视角比刚才都好很多，很震撼。参观完斗兽场之后，也差不多到了午饭时间，我们就在附近找了一家能看到斗兽场景观的餐厅垫垫肚子。家人们，我们出来了，从斗兽场，然后跟别人商量换了一个位置，我们4个人坐在这儿，必须每个人点一个主菜加一个喝的。现在吃点东西吧，正好。刚刚路过一个黑哥们儿，特别壮，感觉比刘子2个 size， 然后穿了一件跟我一样的 Zara。黑哥们儿语言是不通的，但时尚品味是相通的。来买 gelato 喽！就在这个万神庙旁边，我这是 large size。你看这个桃子里面有这种颗粒，各种颜色的，比我们之前吃过好吃的 gelato 都好吃。这感觉就是纯手工做的。来逛一下这家店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这2天买到能穿的衣服。来这家店，我还小期待了一下，他们家挺便宜的，优衣库价格还是挺好的，而且它是这种针织型的，我打算把这个买了。挺好看的。我也觉得好看。妈呀妈呀！我们现在在这一家三明治店，本来想来试一下的，结果没想到这么多人。叫 All Antino Window， 就是一家佛卡夏还是恰巴塔的三明治店。就是这2家店看起来是一样的，我就问那个工作人员，为什么那家店的队排了那么长，这一家就没人排？然后他跟我说，我背后这条队是排旁边，都是排这一家。Oh my god， 这三明治有必要吗？
nell'astro d'argento placide lontano。家人们，咱们现在到这个万神庙了。它为什么有这么多游客呢？我觉得跟刚刚的那个古罗马斗兽场还不一样，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建筑，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设计嘛，但是它没有任何的钢筋，全靠混凝土和自身的建筑结构，然后让它保存至今。Let's go。因为它是一个教堂，所以它这还是有一些座位的。然后我们背后就是拉斐尔的安葬之处，可以看到这有一个圣母像，圣母像下面就是拉斐尔的陵墓，这个黑色是拉斐尔的雕像，他们说这个叫天眼。然后这些雕像呢是贝尼尼雕的，而且呢万神殿还安葬了意大利的开国皇帝。刚刚我们看了一眼拉斐尔最有名的作品就是那个雅典学院。雅典学院，对，这个就是主要是美术课本还是政治课本上学过。柏拉图举办的雅典学院，画面中间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，然后他的恩师苏格拉底在旁边讨论。苏格拉底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吗？不对，苏格拉底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。好了，不装了。然后他们这些也跟节气有点关系，就是这个天眼它投射出来的光呢，在某一个具体的日期，4月21号可以正射到，对，就在这儿，这个地面的正中央。然后这个正中央呢，其实也是一个下水口，所以就算下雨的话，这边也会可以把水排出去。每年的4月21日就是罗马城建成的日子。哦，这个阳光会穿过这个圆孔呢，正好照到大门。哇，那比正射还高级。对，两位贵妇他们去那个提货了，我们等了一会儿，提前打车来这个梵蒂冈了。提前的也迟到了。对，但也迟到了，不知道能不能进去了。So sad。门票有200多呢，难过。大家一定要准时来。还好我们幸运进来了，现在5点20，然后问我们是不是5点的，所以我们就来这个梵蒂冈博物馆。嗨，家人们，我们现在在这个梵蒂冈博物馆的室外区域。这个博物馆特别巨大，里面有特别多经典的作品，比如刚刚提到的雅典学院壁画。对，然后《创世纪》应该在某个教堂里，西斯廷教堂。Yes， 所以里面的作品应该我觉得会特别多，跟那个卢浮宫差不多。所以我们租了一个讲解仪，俩人一会儿边听边看。其实我现在肚子有点饿了，但是必须来学习，永远保持学习。中国人不能休息，必须得学习，懂吗？那我们开始喽。一进入梵蒂冈博物馆呢，其实有一种掉到了坑里的感觉，因为里面真的巨大无比，一个厅接连一个厅，浓郁的宗教元素贯穿始终。如果你没有准备好足够的体力，千万不要试图尝试在这里面细细鉴赏全程。家人们，现在是晚上8点，然后这全部都关完了，我们从梵蒂冈出来了，我已经燃尽了。这里面我觉得我的豆特别大。正常人应该都走不了这么久，尤其是玩了1天之后，你觉得呢？我还好，特别沉浸其中。美术生进那个老鼠吊米缸了，连耳机都不舍得拿下来，一直在听，在学习。我在那边走的腿都快断了。我建议留足4到5个小时，然后吃饱喝足，充满能量的来，不要是玩了一整天之后来。我们来吃饭了，冷飕飕的。对面这俩人来看看新东西，特别开心。消费了之后，我了个兜！我今天就买了一件衣服，而且走了一天，我快累死了。我现在就是想赶紧吃饭，但这家餐厅感觉还挺不错。特别新鲜，这个鱼完全不行。庆祝在罗马的最后一晚 ，Cheers！OK， 我们现在其实在倒腾行李，因为我们今天要去许愿池，超级恐怖的地方。我们前面2天玩了，我觉得治安还行，但我不想做任何毒奶，所以我们会做好该做的所有防盗装备，比如说我们这个包上的这个防盗扣，它可以把拉锁拉得非常紧，然后你等于要开一个锁才可以把拉链拉开。然后现在我们在装那个手机的防盗环，就把它套在你的手脖上，现在一键穿越到火车站存行李。我们现在在特米尼车站，看我的手机已经绑在手上了。现在我们去买一个面包，我这2天特别想吃一个土豆炸丸子。买了一堆吃的，终于吃到了，先吃一个吧。这就是我最近想吃的，试一下这个大米丸子和土豆。很香，我觉得好好吃哦。这里面有牛肉，特别有咀嚼感。
我们到这个许愿池了，我的天哪！我们应该不会排这个队了，绕了这么长一大圈，还是比想象中好看很多了，很大，比我想象中大很多。许愿池作为罗马最经典的景点，没想到也是一个巨大的圈套。去掉滤镜前看上去无比美好，但是当你退后一步一睹真容，才发现。你站在这么靠后，不停地有人在我们面前穿过。如果你想来的话，真的必须得凌晨4、5点，对，早上来，因为现在晚上会拉栏杆。我们要离开这儿了，去下一个站点。我们现在在科尔索大道，然后他们都要又去购物，我直接不购物了，包就只敢背前面，每天都扛着个大肚子。我每天都在锻炼臂力，端着巨大的相机，然后还掉了一个很沉的手机。但我们现在要去吃一些 street food 了。西班牙广场阶梯前面有一个喷泉，里面还有一串葡萄。就是现在，它虽然说是不允许坐在上面了，但还是很多人坐，所有人都坐了之后，警察就抓不过来了，所以就无所谓。我要吃一些这两天还没吃到的好吃的甜品。你有什么想吃的吗？现在？Let's go。 Si un enfant, je vois, je vois, je vois. 我们买了这个三明治，这个三明治第一款就像披萨的配料，然后奶酪和番茄，里面有是烤茄子，我们想吃点不一样的味道。买到了，我们做晚点吃。终于吃到了我们第一天到的时候排了2个街角的那种没吃到的三明治，其实就是在上海我们吃到的小红帽正宗版，但是这一盘呢是这么大。它这里面给了很多火腿，然后里面最下面是烤茄子，蒯了特别多块。这个茄子也是跟番茄一起做的，意大利人真的离了番茄完蛋了。好吃，你看这个手势，被表扬了。怎么描述这个口感呢？因为它茄子是在冰箱里，所以会比较冰牙，但是这个味道是真的不会很腻。搭配这个火腿，油脂的香气很丰厚，而且这个面包呢，嚼到嘴里感觉就是有一种炸过的感觉。最表皮面包上是酥酥的口感。我觉得这家店已经让我很满意了，而且不需要排队，有座位。从饼皮到内馅都好吃。我们吃完这家店已经开始人满为患排队了。我们路过一家超市，刘子在挑选一些黑醋酱，想要带回去一瓶，因为黑醋可以买到，但是黑醋酱在国内不好买。 Yes. Ciao, maestro. For drink, 2 S Americano. C'est la mer comme saphir. 再吃在罗马的最后一个 gelato， 我们就要去车站喽。3个味道，第一个草莓，绿的是啥我忘了。然后下边是香的，妈呀，好吃，耶！很浓郁啊。特别浓郁。Oh my god！ 我们终于离开罗马。今天这一天呢，2个景点都是非常的没有意思，但是我觉得前2天非常的完美。以及我们现在在坐去托斯卡纳的一个城市叫阿雷佐，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就会住在民宿里。我们6个人已经全部集合啦，所有人脸上都死气沉沉的。然后开始接下来为期7天的修罗场吧。韩国人真吵。康桑米达。这是我跟刘子第一次欧洲之行，然后用美妙的蓝调跟大家结束这期视频，谢谢大家收看，请1键3连，谢谢，因为这个手势1键3连，谢谢。